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28177从桃园来的黑色 W124-300CE24V 的6公分油盘的故障检测。那大哥发现他车上用的这颗油压调整器，它编号后三码是001，它正确的型号应该后三码应该是013，那差别在哪里呢？因为24V 的它的出油量比较大，而且它用的是细牙的喷油嘴，那它本身细牙的喷油嘴，它起喷压力大概在4公斤左右，4.5到4公斤之间。那粗牙的就是12V 的6缸引擎在用的，那它起喷压力大概在3公斤左右，3公斤到3.5之间，差了1公斤。那它相对的细牙的喷油嘴，24V 是细牙的喷油嘴，它应该搭配的应该是013的供油压力是6.5 kg， 那001呢？是搭配细牙的起喷压力比较低的粗牙的喷油嘴，起喷压力只有3公斤左右。那它的供油压力001的是5.6公斤。那所以说，今天会发生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今天如果他用001的来用搭配我们这个24V 细牙的喷油嘴，会产生第一个雾化不良，因为它的供油压力不够高，应该是要6.5，但是它是只有5.5的系统压力 kg/cm 平方。OK， 那这样的话缺点就是说，第一个供油量雾化会不好，然后马力会降低，供油量会不足无论如何，我们现在就用它这个001的这个原来车上的这个油压调整器，那搭配它现在的整个喷油盘，我们在未整修之前，我们来做一个供油量的测试。标准的供油量，我们现在做的是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。在24V 的这个6缸喷油盘，它应该出油量应该在200ml 左右。那200ml大概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200ml 左右。我们先来做一个整修之前的流量测试，看看这个喷油盘它在车上的未整修之前的供油状况。好，大哥打开电源，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分钟。好，开始。那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是1分钟全油门的流量测试，要测试车子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，也就是系统的出油量因为它是用001的，理论上它的供油量会比较低一点，马力会不足因为细牙的喷油嘴，也就是原车附的这个喷油嘴，它是起喷压力比较高如果我们用001的这个油压调整器的话，它起喷压力它的系统压力比标准的还低了1公斤左右，所以说它会造成它供油量的不足跟雾化的不良，马力会降低如果能够改善我们换成正确的013，起喷压力是6.5公斤的话，那这样它的马力就恢复正常雾化也会比较好。
OK， 好，时间到，关闭电源，关闭定时器。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缸。第一缸出油量只有大概在150左右啊。第二缸160，第三缸150，第四缸150，第六缸160，第六缸165，跟标准的出油量200ml，那就显然就差别太大了。100平均落在160左右的话，跟200ml就差了40ml，40ml200ml的40ml就差了20%。所以说，这个油压调整器，我们建议车主应该把它更换为正确的013后3码的，它的起喷压力是6.5公斤。那这样的话，这部马力才会恢复正常。这颗编号28177，从桃园来的 W124的300C 24V 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。那在整修之前，在大哥机台上面的1分钟全油门，应该要在200ml，但是它只出在150到160左右少了大概50ml少了50ml的话，就是大概少了25%。那厂方要求应该是误差在15%以内。其实这个原因呢，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方向盘堵塞了堵塞是大油道堵塞，所以说它出油量还算平均，但是平均都偏低。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它用错了这个油压调整器。它用低压力的001后3码的油压调整器，标准的话应该用0136.5系统压力的油压调整器，但是这个部分它差别还是比较小一点。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有喷油盘堵塞。大哥整修过之后呢，我能够做出来的，从001这个低压力的油压调整器能够做出来，大概是在180到190之间，还不到200，大概在180左右。那这样的话，虽然车子还是稳定，但是也产生个缺点马力不足雾化比较差，所以我建议车主还是应该要改成013的。那大哥是有备料，问题是说013的这个油压调整器，因为物以稀为贵，网络上面的价钱都要到13000以上，而且买不到。那大哥的外汇的油压调整器013的大概要到8000块。那所以说这个马力会比较差一点。那无论如何，我们先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。来看看大哥整修过之后能够出多少的1分钟全油门的油量。好，大哥打开电源，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分钟。好，开始。那在大科技的上面这个001的这个油压调整器，大概1分钟全油门是只能够出在大概在180左右当然最好是能够换成013标准的油压调整器它是属于高压力的，因为24V 它的马力是3000cc 马力是220多匹如果是001是用在12V 的，马力是185匹就是300 SEL 6缸引擎在用 M103 引擎在用的
OK， 好，时间到，关闭电源，关闭定时器。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缸。第一缸175，第二缸180，第三缸175，第四缸175，第五缸180，第六缸175，跟厂方要求的200沫，大概在这个位置大概在这个位置，少了差不多10沫到15沫，马力少了应该会是10%左右了。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28177，从桃园来的W124 300CE 24V 的分油盘，维修后的第二阶段测试，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OK， 大哥打开电源，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0分钟。好，开始。那这个阶段的测试，我们主要测试这个分油盘它在怠速的时候，它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，是不是平均？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直接影响到怠速的稳定性，所以我们希望它的出油量是越平均越好。那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等10分钟之后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。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28177，从桃园来的W124 300E 24V 的6缸非油盘，完修之后的第二阶段测试，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OK， 好，时间到，关闭电源，关闭定时器。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缸。这支出油量非常漂亮。第一缸175，第二缸175，第三缸175，第四缸175，第五缸也是175，第六缸也是175。这误差值，厂方要求是15%，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值应该在3%以内成绩算是相当优秀了。今天大哥的测试下来就是除了发现这个流量感，油压调整器，它用到那个12V 的后3码是001的如果要用的话是 OK， 但就是马力比较差，雾化喷油水雾化程度比较差一点，马力差不多会少10%到15%左右，是绝对堪用，没有问题。如果这个流量10分钟模拟怠速测下来，数据这么漂亮，那怠速一定相当稳定了。但是它这部车它缸压稍微偏低，都在标准应该在10到12 kg/cm 平方，它都落在9.58， 8到9.5之间，稍微低一点。不过这个不影响怠速。这是没问题的，至少代表这个引擎缸压是 OK 然后呢，没有积碳所以这个引擎应该是很好吹啦，吹油应该很好吹。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，拜拜。